我出差归来，看到5岁女儿手臂上触目惊心的淤青，婆婆冷笑，就是我打的，怎么样？赔钱或不听话就得管教。丈夫坐在一旁默不作声。我没有哭闹，只是默默打开手机。张律师，之前托您调查的事，现在可以公开了。第二天，婆婆的麻将馆被查封，丈夫的私生子曝光，公公的退休金被冻结。全家人跪在我面前时，我抱起女儿轻轻说，宝贝，看好了，这叫正当防卫。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我闻到了一股消毒水和过期食用油混合的气味。客厅的灯坏了一盏，只剩下半边昏黄的光晕。行李箱的轮子在门槛上卡了一下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3个月了，这间屋子比我记忆里破败了不少。妈妈，5岁的念念从卧室里冲出来，拖鞋都跑掉了一只，光着脚丫踩在冰凉的地砖上。我弯下腰接住这个小炮弹似的身体，鼻尖蹭到他头发上的汗味，还有点黏糊糊的。可下一秒，我的指尖碰到了他右臂上的一块凸起，隔着薄薄的棉质睡衣，那触感像一条干涸的河床，粗糙蜿蜒。念念，把袖子卷起来给妈妈看看。小姑娘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，眼睛飞快地瞟了一眼婆婆紧闭的卧室门。这个动作让我心头一紧。我蹲下来，尽量放轻声音，慢慢把她的睡衣袖子往上推。灯光太暗，我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。暗紫色的淤青从手腕蔓延到手肘，中间还夹杂着几道已经结痂的划痕，像是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抽打过。最严重的地方皮肉微微凹陷，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苍白色。另一条胳膊撩起来，情况只稍好一点。怎么弄的？我的声音有点发抖。念念咬着下唇不吭声，只是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拽了拽我的衣角。这时婆婆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。周美兰她拉着那双褪色的红拖鞋走出来，头发乱糟糟的挽在脑后，嘴角还挂着一粒没擦干净的瓜子壳。她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我，又看了一眼念念露出来的胳膊，鼻腔里哼出一声笑。看什么看？我打的。我站起来，手里的手机还亮着手电筒，白光正打在周美兰那张松垮的脸上，把她眼角的皱纹照得分外清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就是我打的，怎么样？周美兰把瓜子壳呸地吐在地板上，双手叉腰，下巴抬得老高，赔钱或不听话，整天哭哭啼啼，烦得要命。我管教管教怎么了？你问问你男人，他小时候我也这么打。我的视线越过他，看向客厅角落的单人沙发。陈志强就窝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遥控器，电视开着，正放着一档吵闹的综艺节目，笑声罐头一阵一阵的往外冒。他穿着那件领口洗变形的灰色 T 恤，目光定在屏幕上，好像根本没听见这边在说什么。陈志强，我叫他的名字。他的手指动了一下，换了个台。你女儿被人打成这样，你没话要说？他终于把脸转过来，那副表情我太熟悉了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嘴角往下撇，一副我也没办法的窝囊相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声音含混的像嚼着一团棉花。妈年纪大了，脾气急，你少说两句。少说两句。我走过去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遥控器，你女儿2条胳膊都快被打烂了，你让我少说两句。周美兰在身后发出一声尖利的讥笑，行了行了，一回来就闹，有没有点当媳妇的样子？这家里谁挣钱？还不是我儿子。你整天往外跑，把孩子丢给我这个老太婆，我帮你带大了，你倒来兴师问罪。你要嫌我打得重，那你别出差啊。他一边说一边往厨房走，从冰箱里拿出半块西瓜，刀剁在砧板上咚咚响，像在敲一面破鼓。念念躲在我腿后面，小小的身体微微发抖。我把念念抱起来，她的体重比3个月前轻了，肋骨隔着睡衣都能摸到。我走进卧室，反手关上门，把她放在床上，仔细检查她身上还有没有别的伤。小腿上有几块青紫，后背有一道淡淡的红痕，所幸没有骨折的迹象。念念一直很乖，不哭不闹，只是用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我，小手指勾着我的衣角不松开。妈妈不走了，我跟她说，声音尽量平稳，妈妈再也不走了。她这才咧开嘴，
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笑容。等念念睡着，我轻手轻脚走出卧室。客厅里，周美兰已经啃完了西瓜，瓜皮扔在茶几上，汁水淌了一道。陈志强还坐在沙发上，这次没看电视，对着手机屏幕敲字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。我注意到他换了新手机，最新款的折叠屏，官网价格1万2。我3个月前走的时候，他还在用那个屏碎了的旧华为。我没有说话，回了自己的房间，严格来说是我和陈志强的卧室。但衣柜里我的衣服被挤到了最边上，他的衬衫和几件我没见过的深色女装挂在一起。床头柜上他的充电器旁边多了一个粉色的快充头。我打开行李箱，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，还有一个牛皮纸文件袋。我坐在床边，把文件袋里的东西又翻看了一遍。张律师做事很仔细，每一份都附了复印件和公证材料，时间线、地点、银行流水、微信聊天截图，甚至还有几张清晰度不错的照片。3个月前我接到那个长期项目的时候，就隐隐觉得不对劲。陈志强那段时间频繁加班，晚上回来身上总带着一股甜腻腻的香水味。我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办公室来了新女同事，他神色慌乱的否认了。后来我无意间发现他微信里一个叫陈陈妈的联系人，聊天记录删得干干净净，唯独转账记录没删干净，逢年过节的520、1314，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1年。我没有声张，接了外派项目，提着行李箱走了。但走之前我联系了张律师，这位同学介绍的离婚律师在业界以手段凌厉著称，收费不低，但物有所值。我把自己能提供的线索全给了他，付了首期费用，然后安心出差。这3个月里，我一边在千里之外的工地上盯项目进度，一边隔3差5收到张律师发来的调查进展。陈志强和周美兰大概以为我忙得脚不沾地，根本无暇顾及家里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每天跟念念视频通话时，小姑娘偶尔会无意间提到奶奶今天又发脾气了，爸爸带我去见了一个阿姨，阿姨给了我糖吃，童言无忌，却是我最可靠的线报。我甚至把念念那些支离破碎的描述录了音，发给张律师做了证据固定。现在我手里的东西足以让陈志强净身出户，足以让周美兰那点见不得光的小生意彻底翻船。但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念念胳膊上那些淤青。我拨通了张律师的电话。张律师，之前托您调查的事，现在可以公开了。我压低声音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跟同事确认会议时间。我等了3个月，证据收够了。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。苏女士，你确定？一旦启动，你婆婆那边牵扯的非法经营问题可能要涉及刑事，你丈夫那套转移婚内财产的操作加上婚外情，足够让他净身出户且承担赔偿责任。确定。好。张律师的声音干脆利落，明天上午9点，我的人会准时行动。你这边需要配合做一件事，把孩子的伤情做一个公正鉴定，越快越好。我今晚就带念念去3院急诊。我说，病历上会写清楚。挂掉电话，我靠在床头闭上眼。隔壁房间周美兰的呼噜声隐隐传来，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拖拉机。客厅里陈志强还在对着手机笑，偶尔冒出几句黏黏糊糊的语音。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，晚上11点半，距离天亮还有8个小时。第二天清晨5点半我就醒了。念念还在熟睡，我轻手轻脚把她从被窝里抱起来穿衣服。小姑娘迷迷糊糊的搂住我的脖子，奶声奶气叫了声妈妈。妈妈带你去医院看看胳膊，念念乖，不疼的。我抱着她出门的时候，周美兰的房门还关着，客厅里陈志强的手机屏幕亮着，插着那个粉色快充头。我注意到锁屏壁纸换成了一个长发女人的侧脸照。急诊科人不多，值班医生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大夫。她看到念念胳膊上的伤时，眉头拧了起来，反复问了好几遍怎么弄的。我如实回答。她啧了一声，低头写病历，开单子做 X 光，又仔细验了验有没有陈旧性骨折。念念全程攥着我的手，小脸绷得紧紧的，一滴眼泪都没掉。等所有检查做完，医生把病历递给我时，低声说了一句，这个伤情如果去报案，
够得上轻微伤了。我点点头，把病历收好。从医院出来，我买了豆浆包子，念念吃了2个小笼包，嘴角沾着油光冲我笑。我把他送回家里的时候8点刚过，周美兰已经起了，坐在客厅嗑瓜子看电视。他瞟了一眼念念胳膊上重新包扎的纱布，嗤了一声，哟，还去医院了，金贵得很啊。陈志强在卫生间刷牙，满嘴泡沫的探出半个头，大早上去医院干什么？带你女儿验伤。我把念念放到她的小书桌前，打开一盒彩笔让她画画。小姑娘很快沉浸到涂色游戏里，嘴里哼哼着幼儿园教的儿歌。陈志强漱了口走出来，脸上还挂着水珠，你什么意思？一家人搞这些有意思吗？我没理他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8点40分。周美兰大概觉得我没脾气，嗑瓜子的动静越来越大，可扔得满地都是。她一边嗑一边跟陈志强搭话，儿子，中午想吃啥？妈给你炖排骨。陈志强嗯了一声，又缩回沙发上看手机。8点55分，我坐在餐桌旁，把张律师发来的最后一条确认消息看了一遍。对面楼有户人家正在装修，电钻的声音嗡嗡的响。念念用红色彩笔给画上的小人涂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。9点整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引擎熄火的声音，紧接着是车门开合的闷响。我从窗户往下看，2辆黑色轿车停在单元门口，下来4个人，穿着统一的深色制服，为首的那个手里拿着公文夹。另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，侧面印着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字样。门铃响了，周美兰嗑瓜子的动作一顿，嘟囔着谁啊，大清早的去开门。门打开的瞬间，她的表情像是被人捏住了喉咙。门口站着2个穿制服的执法人员，其中一位亮出证件，周美兰女士，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，接到举报你涉嫌无证经营棋牌室，并存在聚众赌博行为，请你配合调查。周美兰的脸刷得白了，手里那袋瓜子掉在地上，哗啦啦洒了一地。她嗓门一下子拔高，什么棋牌室？谁举报的？我没有。执法人员并不跟她废话，侧身挤进门，径直往她那间从来不让人进的卧室走去。我搬进这个家3年多，周美兰卧室的门永远锁着，钥匙只有她有。但执法人员显然有备而来，出示了搜查令。周美兰扑过去挡在门口，被另一位女工作人员礼貌地拦住。卧室门打开，里面哪是什么卧室，3张自动麻将桌整整齐齐摆着，墙上贴着手写的价目表，包间每小时80茶水另计。墙角一个铁皮柜子里塞着厚厚几沓现金和几本账册。周美兰撕心裂肺地喊起来，陈志强，你死人啊，快跟人家说清楚。陈志强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手机都掉在了地上。他手足无措地看看执法人员又看看我，嘴唇翕动着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抱着胳膊靠在餐桌边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执法人员的对讲机响了，里面传来另一个声音，陈志强是哪个？过来配合一下。陈志强脸色煞白地走过去，门廊里不知何时又多了2个人，看胸牌是税务和银保监那边的。其中一人拿着平板电脑，屏幕上是他那张新手机绑定的银行账户流水。陈先生，你名下这张卡近3个月有多笔异常大额资金入账，来源标注为某商贸公司，但经核实该公司为空壳公司，请你解释一下这些资金的来源。陈志强的腿明显软了一下，扶住鞋柜才站稳。他张了张嘴，下意识看向我，我只是微微偏了一下头，示意他看门口的方向。楼道里又上来2个人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张律师团队里的年轻助理，手里举着一台摄像机。苏女士委托我们全程录像存证。助理冲我点了点头。另外，陈先生，关于你与婚外异性长期同居并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，我们已经整理好材料递交法院了，传票应该这几天就到。陈志强终于明白了什么，脸色从白转成灰绿。他猛地转过身朝我走了一步，声音粗哑起来，苏婉，你搞什么？你站住！我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。你女儿胳膊上的伤，法医鉴定已经做了。你纵容你母亲虐童，婚内出轨，
转移财产，哪一条冤枉你了？他停在原地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像一条被甩上岸的鱼。周美兰那边已经被人控制着往门外走了，他还在大嚷大叫，一口一个我要告你们，我儿子认识人。执法人员面色如常的架着他往外走，经过我身边时，他扭头瞪我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贱人，是你，你害我。我没躲，迎着他的目光看回去，你打念念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一天？他被人带走了。楼道里传来他骂骂咧咧的声音，越来越远，最后被电梯门叮的一声切断。客厅里一时间安静下来。陈志强还站着，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，手指神经质的搓着裤缝。那2个税务和银保监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，客客气气的请他下楼配合进一步调查。苏婉，咱们好好说。他声音发颤，你不能这样，念念还小，你让他以后。我走到念念的小书桌前，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笔，睁着大眼睛看着这一切。我蹲下来挡住她的视线，摸摸她的脑袋，念念乖，闭上眼睛数到10好不好？念念很听话，闭着眼开始数，1、2、3。我站起身，看着陈志强那张惨白的脸，你让他以后怎么样？让他记得奶奶怎么打他，爸爸怎么装聋作哑。你放心，等他数完时，你就已经不在这屋子里了。陈志强被带走的时候，还在回头看我，嘴里说着什么夫妻一场看在孩子份上。我背对着他，把念念画的那幅画拿起来看，一个红色蝴蝶结的小女孩站在彩虹下面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妈妈。10个数数完了，念念睁开眼，客厅里只剩我和他。爸爸呢？他问。爸爸出去有点事。我把他抱起来，亲了亲他的额头。念念，妈妈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以后我们不住这里了，妈妈带你去一个有大阳台的新家，可以种花的那种。小姑娘的眼睛亮起来，真的吗？可以种向日葵吗？种向日葵，种牵牛花，念念想种什么都行。中午我简单煮了2碗面，念念吃了大半碗，打着饱嗝在沙发上滚来滚去。我洗完碗刚擦干手，门铃又响了。打开门，周美兰站在外面，她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，头发散着，脸上那层趾高气扬的油光褪得干干净净，露出底下暗黄的肤色。她身后跟着一个中年男人，看模样是周美兰的哥哥，我见过2次，在周美兰60岁生日宴上。苏婉，周美兰开口，嗓子哑得像砂纸擦玻璃，你让那些人把我放出来吧，我认错行不行？我靠在门框上没让开，认什么错？我不该打念念，不该打那丫头。她眼珠子转着，想往屋子里瞟。你让那些局里的人把我那些东西还回来，还有钱，那是我存的养老钱，那些钱里面有多少是从客人身上抽的水，你自己清楚。我声音平平的，非法经营加上聚众赌博，够判的了。你求我没用，法律不是我定的。周美兰的哥哥上前一步，陪着笑脸，小苏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这一步呢？妈她就是脾气急，出手没个轻重，但你看她也一把年纪了，真进去了可怎么受得了？她打念念的时候想到自己一把年纪了吗？我打断她，想到过念念才5岁吗？周美兰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，膝盖砸在水泥楼道上，闷闷的一声响。她仰着脸看我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我求你了，苏婉，我给你磕头，你放过我，我去给念念道歉，我去给她磕头行不行？我低头看着她，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在楼道穿堂风里微微发抖。曾经她用扫帚抽念念胳膊的时候，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跪下来求人的一天。你跪我没用，我说等法院判吧。正说着，电梯门又开了，这一次走出来的是陈志强的父亲陈建国。这个60多岁的老头平时在单位当了个小科长，最要面子，走哪儿都背着手端着一副架子。但此刻他步履匆匆，领带歪着，皮鞋上沾着泥点子，大概是打车赶来的。他走到近前，看到跪在地上的周美兰，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转而看向我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忽然身子一矮，也跪了下来。小苏，
陈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种强行维持的体面，但话音里的颤抖出卖了他。我们陈家对不起你，但是你能不能高抬贵手，把那些举报撤了？我退休金被冻结了，单位那边纪委也找我谈话了，你公公我一辈子没丢过这种人，求你。楼道里一下子跪了2个，对门的邻居开了条门缝偷看，又飞快地缩回去。陈志强的手机在这个当口响了，我捡起他落在沙发上的那部折叠屏，屏幕上跳出来3个字：晨晨妈。我接了，按下免提，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传出来，带着哭腔：志强，你那边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有人来我店里查东西，还把晨晨幼儿园的地址都调走了？你是不是惹什么人了？我对着话筒说了一句，他惹了我，然后挂断。周美兰听出了那个声音，猛地抬头看向我，我微微一笑，把手机屏幕转过去给他看那张锁屏地址。女人的侧脸清清楚楚，这就是你儿子在外面养的那个，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。我看着周美兰灰败的脸色，你天天骂念念是赔钱货，结果你儿子早跟别人生了个带把的，你觉得他拿回家的钱是给谁花了？周美兰浑身哆嗦起来，这回是真的哆嗦。她忽然尖声哭嚎起来，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地，那个杀千刀的，那个畜生啊，我打死他！陈建国跪在地上，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只挤出3个字：家门不幸。我退后一步，把门合上大半，只留一条缝看着他们，你们跪够了就起来吧，该走的程序一步都不会少。念念的伤有鉴定报告，陈志强转移财产的证据有公证，你那个棋牌是3年前就有人举报过，但被压下来了，这次压不住了。门关上的时候，我听到周美兰撕心裂肺的哭喊和陈建国沉重的叹息，隔着门板，那些声音显得很遥远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。念念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怯生生地问我：妈妈，外面有人哭。我走过去把她搂进怀里，没事，风太大了。下午张律师打来电话，说事情推进得很顺利，陈志强的公司已经收到了法院传票，他那个空壳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，婚外情的证据链完整，包括那张锁屏壁纸、微信聊天记录、转账流水，还有几次酒店开房的登记信息。周美兰这边非法经营证据确凿，加上虐童情节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苏女士，孩子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了。张律师说，财产分割方面，他转移的那部分资金大概率能追回来，加上赔偿，你和你女儿生活不成问题。谢谢张律师。客气。对了，你之前让我查的那套小户型，房东已经同意按之前谈的价格卖了。学区房，离3甲医院也近，你随时可以过户。挂了电话，我抱着念念坐在沙发上，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对面楼的装修声停了，楼下的梧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。念念趴在我怀里，用小手指戳我的下巴，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新家呀？明天就去。我捏捏她的小脸，明天妈妈带你看新房子，有大阳台的那种。那奶奶呢？奶奶还打我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亲了亲她的发顶，奶奶以后都不会打你了。念念记住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一定要告诉妈妈，妈妈会保护你，一直都会。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埋头去画她的画了。彩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，红色的、黄色的、蓝色的，一道一道涂得满满当当。晚上哄睡念念之后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的椅子上，夜风凉凉的，带着楼下夜来香的甜味。手机里躺着几条未读消息，陈志强发来的长长的语音条，我没点开。周美兰的号码打了好几通，都被我按掉了。最后一个未接来电是陈建国的，他留了一条短信：小苏，明天能不能见一面？我们全家给你和念念正式道歉。我回了一个字：不，然后把3个号码全拉进了黑名单。月光从云层后面露出来，照在对面楼鳞次栉比的窗户上，亮晶晶的像一屉碎银子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保，念念5岁生日的照片，脸上糊着蛋糕奶油，
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新生活从明天开始。阳台上的夜来香又开了一朵，空气里的甜味更浓了些。我把手机揣进口袋，起身回屋。念念在睡梦里翻了个身，咂了咂嘴，小拳头攥着被角。我轻轻关上门，把那片月色挡在外面。第二天一早6点，我醒了，念念还在睡，我轻手轻脚开始收拾行李。其实东西不多，这屋子里真正属于我和念念的2个行李箱就装得下。衣柜里那些陈志强买的衣服我一件没动，首饰盒里他那年送我的金项链我也取下来放在床头柜上。房产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，我无所谓了，法院判的那部分折现就行。我拉着行李箱，抱着还迷迷瞪瞪的念念走出家门时，楼道里安安静静，对门的邻居大概还没起，电梯按键上的数字冷冷的亮着。我按了下行键，电梯从顶楼缓缓降下来。门开的瞬间我愣了一下，电梯轿厢里站着周美兰和陈建国，2人眼眶都红着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像是整夜没睡。周美兰看到我，嘴唇一瘪，又要往下跪，我侧身让开。别跪了，我说，念念在睡觉。周美兰硬生生刹住动作，嘴唇哆嗦着看了一眼我怀里的念念。小姑娘趴在我肩膀上睡得正香，口水蹭了我一脖子。周美兰的眼圈更红了，她伸手想摸一摸念念的头发，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。苏婉，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我能不能跟念念说句对不起？我抱着念念走进电梯，按下1楼键。电梯门缓缓合拢的时候，我背对着他们，声音不大不小的说了句，留着去跟法官说吧。门合上了，轿厢里只有我们母女俩，还有行李箱的滚轮声。念念在我怀里动了动，迷迷糊糊睁开一只眼，妈妈，到新家了吗？还没呢宝贝。我腾出一只手理了理她的头发，快了，马上就到了。电梯下降到1楼，门打开，早晨的阳光涌进来，金灿灿地铺了一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拉着行李箱迈步走出去。小区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好，红艳艳的，露珠还挂在花瓣上。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，司机师傅正开了窗抽烟。看到我出来，他赶紧灭了烟头，下车帮我搬行李箱。念念这会儿醒了，趴在我肩上好奇的东张西望。妈妈，我们以后真的不回来了吗？我回头看了一眼住了3年的那栋楼，6楼的窗户开着半扇，纱帘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。阳台上的晾衣架还空着，周美兰平常喜欢在那里晒咸菜干。不回来了，我说，把念念抱上车，给她系好安全带。念念，妈妈带你去过好日子。车子发动了，汇入早高峰的车流里。念念趴在车窗上往外看，忽然指着路边一个卖气球的小贩喊，妈妈，蝴蝶。那只红色蝴蝶气球在晨风里飘来飘去，像念念画里的那一只。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拿出手机。张律师发了新消息，说法院已经受理了离婚诉讼，排期在下个月中旬。我回了个好，切出去看了一眼天气预报，今天晴，明天晴，后天也晴。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，在念念的睫毛上跳动着。小姑娘终于不睡了，开始叽叽喳喳问我新家有多大，阳台能不能放下她的画架，可不可以养一只小猫。我一一应着，嘴角翘起来。出租车拐上高架桥，城市在晨光里铺展开去，远处的楼群被染成浅金色。念念唱起了幼儿园学的儿歌，调子跑得不成样子，但唱得很认真。我闭上眼，感受着风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，带着初夏清晨特有的干净又蓬勃的气息。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事实上，最好的部分才刚刚开始。一个5岁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，在那个有大阳台的新房子里，种下第一颗向日葵的那个下午，阳光正好，风也温柔。念念把种子埋进花盆里，仔细的浇上水，然后抬起头冲我笑。妈妈，它什么时候发芽呀？很快，我说，蹲下来跟她一起看着那盆湿润的土。念念要耐心等，它会从土里钻出来，先长出2片小叶子，然后慢慢长大，最后开出很大很大的花。比我都大吗？比你还大。
小姑娘高兴地拍起手来，沾着泥巴的手掌拍得啪啪响。阳台外面的天空蓝得透亮，远处有鸽群飞过，哨音悠长。我想起3个月前，我拖着行李箱离开这个城市去出差的那个早晨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会拿到那么多证据，不确定能不能打赢这场仗，但我心里始终有一团火，为了念念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现在火还在烧，但已经不是愤怒的火焰了，它暖融融的窝在胸口，像阳台上那盆刚刚种下种子的花土，安静的积蓄着力量，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念念蹲在花盆旁边不肯走，非要看着种子发芽。我进屋给他拿了顶小草帽戴上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凉白开，水是甜的。后来我听说周美兰的案子判了，非法经营加上故意伤害，考虑到年龄和认罪态度，判了缓刑加罚款。他那个棋牌是彻底关了，房子也挂出来卖了。陈志强的离婚官司没什么悬念，净身出户，每月还要付念念的抚养费。他那个叫晨晨的私生子，孩子妈一看他没了钱，扭头就走了，连幼儿园学费都不肯垫。陈建国被单位内部处分，提前办了退休。退休金虽然解冻了，但级别降了2档，每个月少拿不少。这些消息都是张律师转述的，我没主动打听。偶尔在新闻里看到类似的案子，我会想起那间永远飘着消毒水味的客厅，想起那把瓜子壳，想起念念胳膊上那些淤青。每次想起的时候，我就看看阳台上那棵向日葵，它真的发芽了，2片嫩绿的叶子从土里钻出来，颤巍巍的迎着光。念念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过去看它，用小喷壶仔仔细细的浇水。他胳膊上的伤早就好了，连疤都没留下。小孩子恢复得快，皮肤光光滑滑的，穿着短袖在阳台上跑来跑去，像个停不下来的小陀螺。有天晚上他突然问我，妈妈，奶奶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想了想，把他抱到腿上，不是念念的错。奶奶心里有些东西是坏的，所以她说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事都是坏的。念念是好的，妈妈最喜欢的念念是好的。他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那我也不喜欢奶奶了。可以不喜欢。我说，念念可以不喜欢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人。他嗯了一声，又跑去看他的向日葵了。叶子又长大了一圈，在晚风里轻轻摇晃。我靠在阳台门框上看着他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同事发来的消息，问下个项目能不能带队。我回了可以，附加一个笑脸。日子还长着呢。阳台上的向日葵有一天终于开了花，金色的花瓣舒展着，花盘朝着太阳的方向微微转动。念念站在花旁边，踮着脚尖跟他比身高，花比他矮一点点，但念念说再过几天肯定就超过了。我按下了快门。照片里的小姑娘笑着，缺了颗门牙的嘴咧得大大的，身后的天空蓝得不像话，那朵向日葵像一盏小小的灯，明亮、温暖、倔强地开着。本回答由 AI 生成，内容仅供参考，请仔细甄别。整体字数不够，整体扩写到2万字。用户之前提交了一个故事创作请求，要求根据主题写一篇2万到3万字的网文，我提交的版本大约 1.2 万字，现在用户反馈字数不够，要求整体扩写到2万字。用户的核心需求是增加故事篇幅，同时保持原有风格和情节逻辑。我需要在不改变主线剧情的前提下，通过增加细节描写、心理活动、对话场景和背景交代来扩充内容。这个故事的亮点在于反转、爽感和情感共鸣，扩写时要重点强化这几个方面。可以增加几个关键场景的细节，比如出差期间与念念视频通话的描写，展现母女之间的思念和念念无意间透露的线索，增加主人公收集证据过程的心理活动，强化他隐忍和谋划的坚决，扩充婆婆虐童的具体场景回忆，让读者更痛心，增加邻居、幼儿园老师等旁观者的反应，增加社会真实感，增加主人公与张律师的更多沟通细节，体现专业律师的布局，增加结局后新生活的展开描写，形成更完整的闭环。需要确保扩写后的内容逻辑合理，所有新增细节都要服务于主线，不能偏离主题。特别是要增加爽感，
让婆婆一家受到惩罚的过程更加详尽，同时不能脱离现实，所有法律和调查程序都要符合实际。我出差3个月，回家见5岁女儿带着一身伤，婆婆，就是我打的，怎么样？看着丈夫默不作声，我做一事，他们全家跪下道歉。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我闻到了一股消毒水和过期食用油混合的气味。客厅的灯坏了一盏，只剩下半边昏黄的光晕，像一只半闭的眼睛。行李箱的轮子在门槛上卡了一下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3个月了，这间屋子比我记忆里破败了不少，墙角堆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快递纸箱，茶几上的瓜子壳撒了一地，空气里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烟味。陈志强从来不抽烟，那这烟味只能是周美兰打牌时那些牌友留下的。妈妈，5岁的念念从卧室里冲出来，拖鞋都跑掉了一只，光着脚丫踩在冰凉的地砖上。我弯下腰接住这个小炮弹似的身体，鼻尖蹭到他头发上的汗味，还有一点黏糊糊的像是没洗干净的糖渍。3个月没见，他好像瘦了一圈，下巴都尖了，但扑进我怀里的那股劲儿还是从前那样。2只小胳膊紧紧箍着我的脖子，嘴里含含糊糊的喊妈妈妈妈。可下一秒，我的指尖碰到了他右臂上的一块凸起，隔着薄薄的棉质睡衣，那触感像一条干涸的河床，粗糙蜿蜒，带着微微的灼热。我心头猛地一紧，那股从胸腔里涌上来的暖意瞬间被浇了一盆冰水。念念，把袖子卷起来给妈妈看看。小姑娘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，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里飞快地闪过一丝恐惧。她瞟了一眼婆婆紧闭的卧室门，小手不自觉地攥住了自己的衣角。这个动作让我心头那盆冰水直接结了冰。我蹲下来，尽量放轻声音，慢慢把她的睡衣袖子往上推。灯光太暗，我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。暗紫色的淤青从手腕蔓延到手肘，密密麻麻地铺陈着，中间还夹杂着几道已经结痂的划痕，像是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抽打过，痂皮边缘翻着浅褐色。最严重的地方皮肉微微凹陷下去，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苍白色。我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，念念似的吸了一口凉气，整个小身子都绷紧了。另一条胳膊撩起来，情况只稍好一点，但大臂外侧也有一块巴掌大的淤青，青紫色里透出些许暗红。怎么弄的？我的声音有点发抖，手电筒的光在晃动。念念咬着下唇不吭声，只是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拽了拽我的衣角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那眼神让我想起3个月前出差那天的早上，他也这样站在门口，拽着我的衣角说妈妈早点回来。3个月，我天天跟他视频，他从来没提过胳膊上的伤。视频里的他总是笑嘻嘻的，举着幼儿园画的画给我看，说奶奶今天给他蒸了蛋羹，说爸爸带他去公园玩了。那些画面一张张在我脑子里回放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念念每次视频的时候都穿着长袖，哪怕那几天天气热得不行。这时婆婆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周美兰她拉着那双褪了色的红拖鞋走出来，头发乱糟糟的挽在脑后，嘴角还挂着一粒没擦干净的瓜子壳。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绸睡衣，腰带松松垮垮的系着，露出的锁骨上沾着一点暗红色的污渍，不知道是西瓜汁还是别的什么。她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我，又看了一眼念念露出来的胳膊，鼻腔里哼出一声笑，那笑声短促又尖利，像一根针扎进耳朵里。看什么看？我打的。我站起来，手里的手机还亮着手电筒，白光正打在周美兰那张松垮的脸上，把她眼角的皱纹和嘴角那粒瓜子壳照得分外清晰。我的手指攥紧了手机边缘，骨节泛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就是我打的，怎么样？周美兰把嘴角那粒瓜子壳呸的吐在地板上，双手叉腰，下巴抬得老高，那个姿势和她平时嗑着瓜子看狗血剧时一模一样，蛮横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理直气壮。赔钱货不听话，整天哭哭啼啼烦得要命，我管教怎么了？你问问你男人，他小时候我也这么打，筷子拿不对打手心，作业写不好抽屁股，这不都长得好好的？小孩子皮实得很，打2下又不会死。他的嗓门很高，带着那种市井妇人特有的尖锐，每一个字都像砂纸打磨着我的耳膜。念念躲到我腿后面，
小小的身体微微发抖，两只小手死死攥着我的裤腿，指头用力的都发白了。我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在往我身上贴，恨不得把自己塞进我的身体里。我的视线越过周美兰，看向客厅角落的单人沙发，陈志强就窝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遥控器，电视开着，正放着一档吵闹的综艺节目，笑声罐头一阵一阵的往外冒，混着观众鼓掌的音效，热闹的不像话。他穿着那件领口洗变形的灰色 T 恤，头发乱得像是几天没洗，目光定在屏幕上，好像根本没听见这边在说什么。茶几上摆着半瓶啤酒和几袋拆开的辣条，油渍在桌面上阴开了一小片。陈志强，我叫他的名字。他的手指动了一下，换了个台，屏幕从综艺跳到新闻，又跳到购物频道，最后停在一个重播的抗日剧上，枪炮声轰隆隆的响着。你女儿被人打成这样，你没话要说？他终于把脸转过来，那副表情我太熟悉了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嘴角往下撇，一副我也没办法的窝囊相，眼袋耷拉着，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色的胡茬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声音含混的像嚼着一团棉花。妈年纪大了，脾气急，你少说两句。念念确实有时候不听话，吃饭挑食，晚上不肯早睡，妈也是为你好才管的。为我好？我走过去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遥控器，你女儿两条胳膊都快被打烂了，你跟我说为我好？遥控器被我摔在茶几上，啪的一声脆响，把那打辣条袋子震得一颤。陈志强整个人往后缩了一下，眼珠子转了转，又低头去看手机，那部崭新的折叠屏手机，屏幕亮着，他正飞快地打着什么字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那个表情我从没见过，至少在我们夫妻相处的7年里没见过。周美兰在身后发出一声尖利的讥笑，笑够了才拖着长枪开口，行了行了，一回来就闹，有没有点当媳妇的样子？这家里谁挣钱？还不是我儿子。你整天往外跑，把孩子丢给我这个老太婆，我帮你带大了，你倒来兴师问罪。你要嫌我打得重，那你别出差啊。你在家带孩子，我乐得清闲。他一边说一边往厨房走，从冰箱里拿出半块西瓜，刀剁在砧板上咚咚响，像在敲一面破鼓。刀刃嵌入瓜瓤的声响闷闷的，带着汁水迸溅的黏腻。他哼着小调切瓜，仿佛刚才那场对峙只是电视里放的一段插曲。念念躲在我腿后面，把脸埋进我的膝盖弯里，我能感觉到他的睫毛在我裤子上一下一下地刷着。我把念念抱起来，他的体重比3个月前轻了，抱在怀里像一捆轻飘飘的柴火，肋骨隔着睡衣都能摸到。我走进卧室，反手关上门，把他放在床上，窗帘拉着，屋子里光线昏暗，床单揉成一团扔在角落，枕头上有几根长长的黑发，我的头发没这么长。我把那几根头发粘起来看了一眼，心里某个地方又凉了一寸，但眼下顾不上这些。念念，妈妈看看身上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疼。我轻轻把她的睡衣掀起来，后背有淡淡的几道红痕，横在肩胛骨之间，像是用什么细长的东西抽的。小腿上有几块青紫，膝盖上破了一块皮，结着褐色的痂。我仔细检查她的腰腹和胸口，还好没有更严重的伤，没有骨折，没有内脏损伤的迹象。但我注意到她右手小指的指甲断了一截，断口不整齐，像是硬生生扯掉的。这个怎么弄的？我握着她的手指问。念念小声说，奶奶关门的时候夹的。什么时候？她想了想，掰着手指头数，昨天、前天，好多天以前了。昨天、前天，好多天以前。我出差3个月，她在这间屋子里过了90多个好多天。视频里她永远笑嘻嘻的，镜头前举着画纸给我看她画的彩虹和小花，说妈妈你看我画的好不好，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，说妈妈我好想你。她从来没举起过自己的胳膊。妈妈不走了，我跟她说，声音尽量平稳，但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，妈妈再也不走了。她这才咧开嘴，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笑容，伸手搂住我的脖子，把脸埋进我的颈窝里。她的呼吸热热的，喷在我皮肤上，带着孩子特有的奶香和一点点汗味。我抱着她坐在床边，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背，像她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样。
他很快就放松下来，小身体软软的靠在我身上。等念念睡着了，我轻手轻脚走出卧室。客厅里，周美兰已经啃完了西瓜，瓜皮扔在茶几上，汁水淌了一道，从桌面滴到地板上，阴开一滩浅红色的水渍。陈志强还坐在沙发上，这次没看电视，对着手机屏幕敲字，嘴角那个若有若无的笑意还没散。我注意到他的新手机折叠屏展开着，屏幕上是一个长发女人的头像，他正发语音过去，声音压得很低很柔。吃了，你呢？念念睡了，没事，你不用管。我站在走廊阴影里，没出声。他打字的速度很快，拇指在屏幕上啪啪地点着，偶尔停下来听一条语音，听完就咧着嘴笑。那副表情我太熟悉了，7年前他追我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，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好像全世界只剩了屏幕那头的人。我悄无声息地回了自己的房间，严格来说是我和陈志强的卧室，但衣柜里我的衣服被挤到了最边上，他的衬衫和几件我没见过的深色女装挂在一起，还有一条丝质的睡裙，墨绿色的，吊牌还挂在上面。床头柜上他的充电器旁边多了一个粉色的快充头，连着一条数据线，线头插在插座里。卫生间的洗手台上多了一支口红，正红色的，膏体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，显然是被人旋出来又胡乱旋回去的。我站在卫生间镜子前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，33岁，素面朝天，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，眼下有淡淡的青黑，3个月工地的风吹日晒，皮肤比走之前粗糙了不少。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疲惫又沉默，和7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判若两人。那时候我还在广告公司做策划，陈志强追我追得轰轰烈烈，每天下班捧着花在楼下等，周末带我出去吃饭看电影，说苏婉你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人。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没多少钱，婚礼办得简单，在老家县城摆了几桌，周美兰那天穿着一件大红旗袍，逢人就夸他儿子有出息，娶了个城里姑娘。那时候他还管我叫婉婉，笑眯眯的给我盛汤夹菜。7年能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？我打开行李箱，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，还有一个牛皮纸文件袋。我坐在床边，把文件袋里的东西又翻看了一遍。张律师做事很仔细，每一份都附了复印件和公证材料，时间线、地点、银行流水、微信聊天截图，甚至还有几张清晰度不错的照片。照片上的陈志强和那个女人在商场里牵手逛街，女人怀里抱着一个3、4岁的小男孩，3个人有说有笑，像极了一家3口。照片右下角标注着拍摄日期，2个月前，我出差刚满1个月的时候。3个月前我接到那个长期项目的时候，就隐隐觉得不对劲。陈志强那段时间频繁加班，晚上回来身上总带着一股甜腻腻的香水味，不是我的那款，更浓更腻。我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办公室来了新女同事，他神色慌乱的否认了，眼神飘来飘去，连爱你都说的比平时快。后来我无意间发现他微信里一个叫陈妈的联系人，聊天记录删得干干净净，唯独转账记录没删干净，逢年过节的520、1314，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1年，加起来拢共有好几万。我查了一下那个转账的时间线，最早的一笔在我怀念那年的七夕，那时候我正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在家待产，他在加班。我没有声张，接了外派项目，提着行李箱走了。但走之前我联系了张律师，这位同学介绍的离婚律师在业界以手段凌厉著称，收费不低，但物有所值。我记得第一次见面那天是在律所楼下的咖啡馆，张律师穿着干练的西装套裙，推了推金丝边眼镜，听完我的情况后说了一句话：苏女士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个过程可能比你想的更长，更痛苦。我说我知道。我把自己能提供的线索全给了他，陈志强的身份证号、手机号、银行卡号、公司地址，那位陈妈的微信昵称和头像截图，甚至周美兰那个从来不让人进的卧室的秘密。张律师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说够了，然后报了一个数字。我付了首期费用，把家里能动用的那点积蓄全搭了进去，然后安心出差。这3个月里，
我一边在千里之外的工地上盯项目进度，一边隔三差五收到张律师发来的调查进展。陈志强和周美兰大概以为我忙得脚不沾地，根本无暇顾及家里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每天跟念念视频通话时，小姑娘偶尔会无意间提到奶奶今天又发脾气了，爸爸带我去见了一个阿姨，阿姨给了我糖吃，那个阿姨说她是晨晨的妈妈，童言无忌，却是我最可靠的线报。我甚至把念念那些支离破碎的描述录了音，存在手机加密文件夹里，做了证据固定。念念说阿姨给了我一块巧克力，说晨晨也喜欢吃的时候，我正在工地的活动板房里加班，外面下着大雨，铁皮屋顶被砸得噼啪响。我对着录音软件轻轻说了一句张律师，这笔也记上。张律师发来的调查报告堆在一起，差不多30页。陈志强在外面那个叫李晨晨的小孩3岁了，比念念小2岁。那个女人叫杨丽，在城东开了一家美甲店，注册资金20万，陈志强出了15万。他在我们婚后第3年开始陆续往外转钱，一开始是3000、5000，后来变成1万、2万，总额加在一起够在县城付一套首付。周美兰那个卧室里的麻将馆经营了快2年，从最早的熟人局发展成公开对外营业，每晚流水少则几百，多则上千。他抽水抽得毫不手软，账面记录清清楚楚地写在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里。这些证据每一页我都看了不止一遍，每看一遍，心里某个地方就硬一分。现在我手里的东西足以让陈志强净身出户，足以让周美兰那点见不得光的小生意彻底翻船。但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念念胳膊上那些淤青，是他掰着手指说好多天以前了的那个表情，是他把脸埋进我怀里微微发抖的小身体。我拨通了张律师的电话。张律师，之前托您调查的事，现在可以公开了。我压低声音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跟同事确认会议时间。我等了3个月，证据收够了。念念的伤我也看到了，比我预想的更严重。我拍了照片，明天一早带他去做伤情鉴定。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，张律师应该正在加班，背景里还有键盘敲击的声响。苏女士，你确定？一旦启动，你婆婆那边牵扯的非法经营问题可能要涉及刑事，你丈夫那套转移婚内财产的操作加上婚外情，足够让他净身出户且承担赔偿责任。程序走起来动静不小，邻居、单位、亲戚朋友都会知道。你准备好面对这些了吗？确定。好。张律师的声音干脆利落，我几乎能想象他推了推眼镜，翻开日程本的样子。明天上午9点，我的人会准时行动。你这边需要配合做一件事，把孩子的伤情做一个公正鉴定，越快越好。今晚就去3院急诊，挂外科或者儿科，让医生把伤情描述写详细，拍照留存。另外，你婆婆那个麻将馆的举报材料我已经递到区里了，明天早上9点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会同步上门。我今晚就带念念去3院急诊，我说病历上会写清楚。另外，我想问一句，陈志强那个空壳公司的账，税务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张律师的声音里带了一丝笑意。他那个商贸公司注册在另一个区，流水做得很粗糙，税务那边调了3个月的数据就发现问题了。明天银保监的人也会过去，他那些大额转账每一笔都经不起细查。你放心，一环扣一环，跑不了。挂掉电话，我靠在床头闭上眼。隔壁房间周美兰的呼噜声隐隐传来，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拖拉机，呼吸呼吸，偶尔夹杂1、2声含混的梦呓。客厅里陈志强还在对着手机笑，语音条一条接一条的发，偶尔冒出几句黏黏糊糊的话，想你了，明天见，给你带了东西。我听着那些声音，心里翻涌着一种奇异的平静，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，暗流涌动，表面却纹丝不动。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，晚上11点半，距离天亮还有8个小时。这8个小时里我没怎么睡，先是从抽屉里翻出念念的疫苗本和出生证明，把能带的证件全装进一个文件袋里，然后给项目组的同事发了条微信，说家里有急事，后续工作需要远程处理。同事秒回了一连串问号，说苏姐你没事吧？我回了个没事，能处理。接着我给幼儿园的班主任发了条消息，问念念这段时间在园里的情况，
老师回得很快，念念最近情绪不太稳定，有时候会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不跟小朋友玩。有一次我见他胳膊上有淤青，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是自己摔的。苏妈妈，你要不要来园里聊聊？我回好，过2天就去，然后把手机扣在枕边。念念在睡梦里翻了个身，小脚丫蹬开了被子，我给她重新盖好，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看她。她的睫毛很长，在脸上投下2小片扇形的阴影，鼻翼随着呼吸轻轻翕动，嘴角带着一点笑意，不知道梦见了什么。我把她额前汗湿的碎发拨开，指尖触到她的皮肤，温热的，带着孩子特有的那种蓬勃的暖意。第2天清晨5点半我就醒了，念念还在熟睡，我轻手轻脚把她从被窝里抱起来穿衣服。小姑娘迷迷糊糊的搂住我的脖子，奶声奶气叫了声妈妈，含糊的像含着一颗糖。妈妈带你去医院看看胳膊，念念乖，不疼的。我把她的小外套穿上，拉链拉好，又给她套了一双厚袜子。清晨的风凉，她的小脚丫不能动着。念念揉着眼睛问，医院要打针吗？不打针，就是让医生叔叔看看念念的胳膊，涂一点药膏就好了。她点点头，乖乖让我抱着出了门。经过客厅的时候，周美兰的房门还关着，里头传来震天的呼噜声。陈志强的手机搁在茶几上充电，粉色快充头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，屏幕灭了，但我还是看见了锁屏壁纸上那个长发女人的侧脸照。念念趴在我肩上也看见了，小声说了一句，那个阿姨。念念认识那个阿姨，爸爸带我去见过她，她给我吃了糖，还让我叫阿姨好。她家里有个小弟弟叫晨晨。我没再问，抱着她出了门。电梯下行的时候，念念搂着我的脖子哼歌，唱的是幼儿园教的小星星，跑调跑得厉害，但认真的很。电梯镜面里映出我们母女俩的影子，念念的小脑袋靠着我的肩膀，我的眼眶有点发酸，但忍住了。3院急诊科人不多，值班医生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大夫，胸牌上写着林晓，看起来很面善。她看到念念胳膊上的伤时，眉头拧了起来，反复问了好几遍怎么弄的。我如实回答，孩子的奶奶打的。我昨晚出差回来才发现，林医生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，有同情也有愤怒。他低头刷刷刷的写病历，开单子做 X 光，又让护士带我们去处置室仔细验了验有没有陈旧性骨折。念念全程攥着我的手，小脸绷得紧紧的，一滴眼泪都没掉。护士给他消毒的时候，碘酒沾到伤口边缘，他只是嘶了一声，抿着嘴忍住了。这孩子真坚强，护士阿姨说。念念仰起脸冲他笑了一下，缺了颗门牙的笑容让护士阿姨眼圈都红了。所有检查做完，林医生把病历递给我时低声说了一句，这个伤情如果去报案，够得上轻微伤了，长期反复虐待的话可以往故意伤害方向靠。你保留好这些材料，找律师了吗？找了，谢谢医生。从医院出来，我买了豆浆包子，念念吃了2个小笼包，嘴角沾着油光冲我笑，精神头好了不少，指着路边一只流浪猫喵喵的叫。我蹲下来跟他一起看那只猫，橘色的，瘦瘦的，在垃圾桶旁边翻东西吃。念念从包子里掰了一小块肉馅丢过去，猫警惕的看了2眼，还是走过来吃了。妈妈，小猫也没有家吗？它暂时没有，不过会找到的。念念点点头，又掰了一块包子丢过去。我把它送回家里的时候8点刚过，周美兰已经起了，坐在客厅嗑瓜子看电视，遥控器攥在手里，把音量调得震天响，正放着什么婆媳矛盾的狗血剧，女演员在屏幕上哭天抢地。她瞟了一眼念念胳膊上重新包扎的纱布，嗤了一声，哟，还去医院了，金贵得很啊。我当年带志强的时候，哪有什么医院不医院的，磕了碰了自己抹点红药水就行了。陈志强在卫生间刷牙，满嘴泡沫的探出半个头，大早上去医院干什么？带你女儿验伤。我把念念放到她的小书桌前，打开一盒彩笔让她画画。小姑娘很快沉浸到涂色游戏里，嘴里哼哼着儿歌，红笔蓝笔绿笔在纸上划来划去，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小房子，房子旁边有2棵大树，树底下站着一大一小2个人。念念画的这是谁啊？妈妈和我。她举着画给我看，
我们在新家种花。我亲了亲他的发顶，心里酸软的一塌糊涂。陈志强漱了口走出来，脸上还挂着水珠，下巴滴着水。你什么意思？一家人搞这些有意思吗？我昨天晚上就想跟你说了，妈她就是脾气暴了点，但对念念没有坏心，你也别小题大做的。小题大做？我转过头看着他，你女儿胳膊上的伤你看了吗？你昨晚看都没看一眼。他噎了一下，目光闪烁，我后来去看了一眼，他睡了我就没吵醒他。你睡得倒是挺早，我没再多说，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8点40分。周美兰大概觉得我没脾气，嗑瓜子的动静越来越大，壳扔得满地都是，嘴里还跟着电视剧里的台词念叨，这种儿媳妇就是欠收拾。婆婆说什么都得听着，还敢顶嘴，反了天了。她一边嗑一边跟陈志强搭话，儿子，中午想吃啥？妈给你炖排骨，你就昨天送了几斤肋排来。陈志强嗯了一声，又缩回沙发上看手机，拇指飞快地打着字，嘴角那个笑又浮起来了。8点55分，我坐在餐桌旁，把张律师发来的最后一条确认消息看了一遍。消息很简短，全部到位。9点准时，对面楼有户人家正在装修，电钻的声音嗡嗡的响，混合着锤子钉钉子的咚咚声。念念用红色彩笔给画上的小人涂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，嘴里小声念叨着妈妈的蝴蝶结最好看了。9点整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引擎熄火的声音，紧接着是车门开合的闷响，脚步声杂沓的踩在水泥地面上。我从窗户往下看，2辆黑色轿车停在单元门口，下来4个人，穿着统一的深色制服，为首的那个手里拿着公文夹，正仰头看着楼栋号确认位置。另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，侧面印着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字样，车顶上闪着蓝红灯，但没开警报器。门铃响了，周美兰嗑瓜子的动作一顿，嘟囔着谁啊大清早的去开门。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家居服，头发还乱着，拖鞋踩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响。门打开的瞬间，她的表情像是被人捏住了喉咙。门口站着2个穿制服的执法人员，一男一女，表情严肃，胸牌上的徽章在走廊光线下反着光。其中一位亮出证件，周美兰女士，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，接到举报你涉嫌无证经营棋牌室，并存在聚众赌博行为，请你配合调查。周美兰的脸刷得白了，手里那袋瓜子掉在地上，哗啦啦洒了一地，塑料包装裂开，瓜子滚得满楼道都是。他的嗓门一下子拔高，尖锐的像被踩了尾巴的猫。什么棋牌室？谁举报的？我没有，你们搞错了，我就是一个老太太在家待着，我开什么棋牌室了？你们可别冤枉人。执法人员并不跟他废话，侧身挤进门，径直往他那间从来不让人进的卧室走去。我搬进这个家3年多，周美兰卧室的门永远锁着，钥匙只有她有。我之前无意间发现过那把钥匙藏在他枕头底下，偷偷配了一把，但一直没动过。现在执法人员显然有备而来，出示了搜查令，白纸黑字盖着红章。周美兰扑过去挡在门口，被那位女工作人员礼貌地拦住。她像一头被围困的母兽，挥舞着胳膊大声嚷嚷，你们凭啥搜我家？我要报警了。卧室门打开，里面哪是什么卧室，3张自动麻将桌整整齐齐摆着，桌面上还散落着上一场没收拾干净的扑克牌和筹码，墙上贴着手写的价目表，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着包间每小时80茶水，另计夜场通宵300。墙角一个铁皮柜子半开着门，里面塞着厚厚几沓现金和几本账册。我远远看了一眼那个红色塑料皮笔记本，正是之前张律师提到的那一本。柜子旁边还堆着几箱矿泉水和方便面，显然是给牌友准备的配套服务。周美兰撕心裂肺地喊起来，陈志强，你死人啊，快跟人家说清楚，你不是认识街道办的人吗？快打电话啊！陈志强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手机都掉在了地上，折成2半的屏幕还亮着，显示着和陈妈的聊天界面。他手足无措地看看执法人员又看看我，嘴唇翕动着，脸上那层常年挂着的麻木表情终于碎了，底下露出来的是真真切切的慌乱和恐惧。这怎么回事？妈，你不是说那屋就是堆杂物的吗？
周美兰的哭声更大了，你管老娘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打电话！执法人员的对讲机响了，里面传来另一个声音，带着电流的沙沙响。陈志强是哪个？过来配合一下。陈志强脸色煞白的走过去，门廊里不知何时又多了2个人，看胸牌是税务和银保监那边的，都穿着深蓝制服，表情冷静，公事公办。其中一人拿着平板电脑，屏幕上是他那张新手机绑定的银行账户流水，3个月的数据密密麻麻排列着，红字蓝字交替闪现。陈先生，你名下这张卡近3个月有多笔异常大额资金入账，总额累计26万，来源标注为某商贸公司，但经核实该公司为空壳公司，注册地址是一间不存在的地下室，请你解释一下这些资金的来源，以及你与该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。陈志强的腿明显软了一下，扶住鞋柜才站稳，手指抠着木质柜面发出嘎吱的声响。他张了张嘴，下意识看向我，眼睛里写满了你帮我说句话的哀求。我只是微微偏了一下头，示意他看门口的方向。楼道里又上来2个人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张律师团队里的年轻助理小王，手里举着一台摄像机，红点灯亮着，镜头稳稳地对着这个方向。苏女士委托我们全程录像存证。小王冲我点了点头，又转向陈志强。另外，陈先生，关于你与婚外异性长期同居并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，我们已经整理好材料递交法院了，传票应该这几天就到，请保持通讯畅通。陈志强终于明白了什么，脸色从白转成灰绿，又从灰绿变成一种说不清的青紫色。他猛地转过身朝我走了一步，声音粗哑起来，像被砂纸磨过的铁皮。苏婉，你搞什么？你什么时候？你找人查我？你凭什么？站住！我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，像钉子一颗颗敲进地里。你女儿胳膊上的伤，法医鉴定已经做了，病历就在我包里。你纵容你母亲虐童、婚内出轨、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跟别人生了孩子养在外面，哪一条冤枉你了？你自己说说，我凭什么？他停在原地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像一条被甩上岸的鱼，嘴巴张了又合，合了又张，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他整张脸都扭曲了，不知道是愤怒还是恐惧，手指蜷成拳头，又松开，松开又攥紧。周美兰那边已经被人控制着往门外走了，2个执法人员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胳膊，他还在大嚷大叫，一口一个我要告你们，我儿子认识人，你们知道我家志强是谁吗？执法人员面色如常的架着他往外走，经过我身边时，他扭头瞪我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通红的眼眶里布满血丝。贱人，是你，你害我，我就知道，你早就想搞我了是不是？我没躲，迎着他的目光看回去，一字一句清清楚楚。你打念念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一天？你拿扫帚抽他胳膊的时候，你关门夹他手指的时候，你骂他赔钱货的时候，你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替他讨这笔账吧？周美兰的嘴还张着要骂，但已经被架出了门。楼道里传来他骂骂咧咧的声音，越来越远，最后被电梯门叮的一声切断。然后就是电梯下行时缆绳转动的嗡嗡声，越来越轻，最后完全听不见了。客厅里一时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电视机还在响，狗血剧演到高潮处，女主正在哭喊着你对不起我。陈志强还站着，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，油亮亮的，手指神经质的搓着裤缝，嘴唇抿成一条灰白的线。那2个税务和银保监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，客客气气的请他下楼配合进一步调查，语气礼貌但不容拒绝。苏婉，咱们好好说。他声音发颤，眼神里的哀求又浮上来，你不能这样，念念还小，你让他以后别人怎么说他，说他没有爸爸。以后，我走到念念的小书桌前，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笔，睁着大眼睛看着这一切，彩笔还攥在手里，纸上那个画了一半的太阳只涂了半边。我蹲下来挡住她的视线，摸摸她的脑袋，念念乖，闭上眼睛数到10好不好？念念很听话，闭着眼开始数，1、2、3，声音又脆又亮，带着孩童特有的那种专注。我站起身，看着陈志强那张惨白的脸，你让他以后怎么样？
让他记得奶奶怎么打他，爸爸怎么装聋作哑，让他记住他浑身是伤的时候，他爸坐在旁边看电视嗑瓜子。你放心，等他数完时，你就已经不在这屋子里了。陈志强还想说什么，被工作人员往前推了一步。他被带出门口的时候还在回头，嘴里说着什么夫妻一场，看在孩子份上我以后改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被走廊里隐约传来的对门邻居的议论声淹没了。有人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看热闹，又飞快地缩回去。8、9、10，念念数完了最后一个数，睁开眼，客厅里只剩我和他。他左右看了看，仰起脸问我，妈妈，爸爸呢？爸爸出去有点事，我把他抱起来，亲了亲他的额头，触感温热又柔软。念念，妈妈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以后我们不住这里了，妈妈带你去一个有大阳台的新家，可以种花的那种。小姑娘的眼睛亮起来，像2颗被点亮的黑葡萄。真的吗？可以种向日葵吗？种向日葵，种牵牛花，念念想种什么都行。我们把阳台收拾得漂漂亮亮的，摆上小桌子和椅子，念念可以在那里画画，妈妈可以在那里看书。那能养小猫吗？养一只小橘猫，就像早上我们看见的那只。念念搂着我的脖子咯咯笑起来，笑声清脆的像铃铛。他举起手里的画给我看，太阳涂完了，金灿灿的，旁边还有几朵歪歪扭扭的云，底下站着的2个小人手牵着手。这是妈妈和我，她用小手点着，我们在新家的阳台上晒太阳。中午我简单煮了2碗面，握了2个荷包蛋，切了几片火腿肠搁进去。念念吃了大半碗，打着饱嗝在沙发上滚来滚去，抱着靠垫假装自己是一只毛毛虫。我把碗筷洗了，厨房的窗户开着，能听见楼下小孩子追逐打闹的嬉笑声，还有老太太们坐在花坛边扯家常的絮语。刚擦干手，门铃又响了。我透过猫眼看了一眼，周美兰站在外面，她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，头发散着，脸上那层趾高气扬的油光褪得干干净净，露出底下暗黄的肤色，嘴唇干裂起皮，眼窝凹陷着。她身后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我认出来了，是周美兰的哥哥周建军，来过家里2次，一次是周美兰60岁生日，一次是过年。他穿着件夹克衫，表情局促，手里还拎着一袋水果。我打开门，但没让开。周美兰抬起头看我，眼眶红着，苏婉，你让那些人把我放出来吧，我认错行不行？认什么错？我靠在门框上。我不该打念念，不该打那丫头。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嗓子哑得像砂纸擦玻璃。我以后不打她了，再也不打了。你让他们把我的东西还回来，那些钱，那是我存的养老钱，还有那些麻将桌，买来花了万把块呢。那些钱里面有多少是从客人身上抽的水，你自己清楚。你那个红色本子上记得一清二楚，一笔一笔都是证据。我声音平平的，非法经营加上聚众赌博，够判的了。你求我没用，法律不是我定的，也不是我说撤就能撤的。周建军上前一步，陪着笑脸搓着手，小苏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这一步呢？妈她就是脾气急，出手没个轻重，但你看她也一把年纪了，快60的人了，真进去了可怎么受得了？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念念毕竟是他孙女，他心里还是疼的，就是不会表达。疼。我看着周建军那张陪着笑的脸，他用扫帚抽念念胳膊的时候，他拿门夹念念手指的时候，他骂念念是赔钱货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他心里疼。你问问他，念念身上的伤有几处是他打的，他能数出来吗？周美兰嘴唇哆嗦着，忽然扑通一声跪下了，膝盖砸在水泥楼道上，闷闷的一声响，把他哥吓得往后跳了半步。他仰着脸看我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混着楼道里的灰尘，脏兮兮的几条印子挂在脸上。我求你了，苏婉，我给你磕头，你放过我，我去给念念道歉，我去给他磕头行不行？我给他当牛做马，你让他打回来行不行？我低头看着他，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在楼道穿堂风里微微发抖，看着他那双曾经叉着腰骂人的手此刻撑在地上抖得厉害。曾经他用扫帚抽念念胳膊的时候，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跪下来求人的一天。
曾经他骂赔钱货的时候，大概也没想过他会管那个赔钱货叫孙女。你跪我没用，我说，语气没有起伏，等法院判吧，该走什么程序就走什么程序，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，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。你打念念的时候是成年人，现在也该用成年人的方式承担后果。正说着，电梯门又开了，这一次走出来的是陈志强的父亲陈建国。这个60多岁的老头平时在单位当了个小科长，最要面子，走哪儿都背着手端着一副架子，穿着熨烫整齐的衬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但此刻他步履匆匆，领带歪着，皮鞋上沾着泥点子，衬衫下摆没塞好，大概是打车赶来的，急得连体面都顾不上了。他走到近前，看到跪在地上的周美兰，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又抬头看向我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忽然身子一矮，也跪了下来，膝盖撞在楼道上，那声音比周美兰的还响，他整个人晃了一下才稳住。小苏，陈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种强行维持的体面，但话音里的颤抖出卖了他。我们陈家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教好儿子，是我没管好老伴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你能不能高抬贵手，把那些举报撤了？我退休金被冻结了，单位那边纪委也找我谈话了，说我家属涉及非法经营，我儿子涉及经济问题，你公公，我一辈子没丢过这种人，求你。楼道里一下子跪了2个，对门的邻居开了条门缝偷看，又飞快地缩回去，但门没关严，留着一条缝，隐约能看见有人站在门后竖着耳朵听。楼下有脚步声上来，走到拐角处又停住了，显然也是听到动静过来看热闹的。陈志强的手机在这个当口响了，我捡起他落在沙发上的那部折叠屏，屏幕亮着，来电显示3个字：陈陈妈。我接了，按下免提。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传出来，带着哭腔，又尖又慌：志强，你那边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有人来我店里查东西？说是税务局的，还把陈陈幼儿园的地址都调走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惹什么人了？你到底在不在听啊，志强？我对着话筒说了一句，他惹了我，你也是，然后挂断。楼道里安静了一瞬，周美兰听出了那个声音，猛地抬头看向我，眼睛里从哀求变成震惊，再变成某种东西碎裂的光。我微微一笑，把手机屏幕转过去给他看那张锁屏壁纸。女人的侧脸清清楚楚，年轻，长发，化着精致的妆，背景是一家咖啡店。这就是你儿子在外面养的那个李晨晨的妈妈杨丽，开美甲店的。陈志强给他出了15万块钱开店。我看着周美兰灰败的脸色，那个叫晨晨的小男孩今年3岁了，比念念小2岁。你天天骂念念是赔钱货，结果你儿子早跟别人生了个带把的。你觉得他拿回家的钱是给谁花了？你那个麻将馆挣的抽水钱，怕是都贴补给那娘俩了吧？周美兰浑身哆嗦起来，这回是真哆嗦，整个人像筛糠一样抖着，嘴唇青紫，眼睛里那点哀求彻底褪了色，变成了一种近乎空白的呆滞。他忽然尖声哭嚎起来，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地，水泥地面被他捶得咚咚响，指关节没2下就破了皮渗出血来。那个杀千刀的，那个畜生啊！我打死他，我打死那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他骗我，他说他加班，他说钱存起来了，我还给他攒着娶媳妇的钱呢。原来都给了外头的狐狸精。陈建国跪在地上，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只挤出3个字：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他扭过头瞪着电梯口的方向，好像陈志强还站在那里似的，眼睛里又痛又恨，整个人像一下子老了10岁。我退后一步，把门合上大半，只留一条缝看着他们。念念在客厅里怯生生地问妈妈谁在哭，我没回头，只是对着门缝说了一句：你们跪够了就起来吧。该走的程序一步都不会少。念念的伤有鉴定报告，陈志强转移财产的证据有公证，你那个麻将馆的账本和现金都在执法人员手里。我不是你们陈家的媳妇了，我是苏婉，是念念的妈妈。你们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那个5岁的小女孩。门关上了，
周美兰撕心裂肺的哭喊和陈建国沉重的叹息隔着门板传进来，模糊又遥远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。我靠在门板上闭了一会儿眼，听到外面周建军在低声劝解起来吧，别跪了，听到陈建国沙哑着嗓子说造孽啊，听到邻居的门终于彻底关上了。我转过身，念念正抱着靠垫站在沙发旁边看着我，眼睛大大的，里面有点不安。我走过去把他搂进怀里，感觉到他的小心脏跳得有点快。没事了念念，我拍着他的背，外面没有坏人，妈妈在这里呢。下午张律师打来电话，说事情推进得很顺利，陈志强的公司收到了法院传票，他那个空壳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，婚外情的证据链完整，包括那张锁屏壁纸、微信聊天记录里的暧昧对话、转账流水、酒店开房的登记信息，还有杨丽美甲店的注册资料和股权结构。周美兰这边非法经营的证据确凿，那个红色笔记本里的账目每一笔都对得上，加上虐童情节，警方已经正式介入调查了。苏女士，孩子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了，张律师说，财产分割方面，他转移的那部分资金大概率能追回来，加上损害赔偿，你和你女儿接下来的生活不成问题。另外，你婆婆那边的案子，因为是涉及未成年人，可能会酌情从重处理。谢谢张律师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对了，你之前让我留意的那套小户型，房东已经同意按之前谈的价格卖了，地段好，学区房，离三甲医院也近，你随时可以过去过户。钥匙我已经拿到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直接去看房子就行。挂了电话，我抱着念念坐在沙发上，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夕阳的余晖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地板上铺了一小片暖橙色的光。对面楼的装修声停了，楼下传来饭菜下锅的滋啦声响，混着收音机里放的老歌。念念趴在我怀里，用小手指戳我的下巴，一下一下的，带着孩子特有的那种耐心和专注。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新家呀？明天就去。我捏捏他的小脸，明天妈妈带你看新房子，有大阳台的那种，你可以挑自己的房间，挑自己想要的窗帘颜色，妈妈给你买一张小书桌放在窗户边上，你可以在那里画画。那我要粉色的窗帘。好，粉色的。还要小猫咪。好，等我们安顿好了就去领养一只小橘猫。念念心满意足地窝回我怀里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忽然小声问，妈妈，奶奶以后还打我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亲了亲她的发顶，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，奶奶以后都不会打你了。念念记住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不管是谁，你一定要告诉妈妈，妈妈会保护你，一直都会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妈妈都站在念念这边。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埋头去翻她的画本了。彩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，红色的、黄色的、蓝色的，一道一道涂得满满当当。她给画上的小人加了一顶小草帽，又在小人旁边画了一只圆滚滚的猫，4条腿短短的，尾巴翘得老高。晚上哄睡念念之后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的椅子上，夜风凉凉的，带着楼下夜来香的甜味，还有远处谁家炖肉的香气。手机里躺着几条未读消息，陈志强发来的，长长的语音条，每条都将近1分钟，我没点开。周美兰的号码打了好几通，都被我按掉了。最后一条是短信，只有一句话，苏婉，求你看在念念的份上，我看了3秒钟，删了。最后一个未接来电是陈建国的，他留了一条短信，措辞斟酌了很久的样子，小苏，明天能不能见一面？我们全家给你和念念正式道歉。我知道道歉没用，但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。我看了2遍，回了一个字，不。然后把3个号码全拉进了黑名单。月光从云层后面露出来，照在对面楼鳞次栉比的窗户上，亮晶晶的像一屉碎银子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保，念念5岁生日的照片，脸上糊着蛋糕奶油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嘴角还沾着一粒彩色的糖针。新生活从明天开始。阳台上的夜来香又开了一朵，暗紫色的花瓣在月光下泛着丝绒般的光泽，空气里的甜味更浓了些。我把手机揣进口袋，起身回屋。念念在睡梦里翻了个身，
咂了咂嘴，小拳头攥着背角，嘴里含含糊糊的叫了一声妈妈。我轻轻坐在床边，握住他的小手，感觉到他的指尖微微动了动，然后安然的扣住了我的手指。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，落在他的小脸上，把他的睫毛照成2排浅浅的阴影。我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第二天一早6点，我醒了，念念还在睡，我轻手轻脚开始收拾行李。其实东西不多，这屋子里真正属于我和念念的2个行李箱就装得下。念念的衣服叠好码进箱子，她的画本和彩笔装进一个手提袋，几本绘本塞在夹层里。衣柜里那些陈志强买给我的衣服我一件没动，首饰盒里他那年送我的金项链也取下来放在床头柜上，旁边压了一张纸条，只写了1行字：7年2不相欠。房产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，我无所谓了，法院判的那部分折现就行。这间屋子里所有我添置的东西，窗帘、桌布、厨房那些碗碟，浴室里那个带小熊图案的防滑垫，全是结婚后我慢慢攒钱买回来的，我一样都没拿。干净的，利落的，像把7年的生活轻轻合上一本书。我拉着行李箱，抱着还迷迷瞪瞪的念念走出家门时，楼道里安安静静。昨夜那些哭喊和跪求的痕迹已经没了，只有水泥地面上隐约能看见一点灰白的印子，像是被什么湿东西擦过。对门的邻居大概还没起，电梯按键上的数字冷冷的亮着。我按了下行键，电梯从顶楼缓缓降下来，缆绳转动的嗡嗡声在清晨的楼道里格外清晰。门开的瞬间，我愣了一下。电梯轿厢里站着周美兰和陈建国，2人眼眶都红着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像是整夜没睡。周美兰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，但脸上的泪痕还没洗，眼眶肿得老高。陈建国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什么东西，看到我他嘴唇一动，把袋子往前递了递。周美兰看到我，嘴唇一瘪，又要往下跪，我侧身让开。别跪了，我说，念念在睡觉。周美兰硬生生刹住动作，嘴唇哆嗦着看了一眼我怀里的念念。小姑娘趴在我肩膀上睡得正香，口水蹭了我一脖子，小拳头松松的攥着我的衣领。周美兰的眼圈更红了，她伸手想摸一摸念念的头发，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，指头蜷了蜷，最终垂落在身侧。苏婉，她的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，沙哑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小心。我能不能跟念念说句对不起？就一句，我不进去，就在这儿，等她醒了你告诉她，奶奶对不起她。我抱着念念走进电梯，按下1楼键。电梯门缓缓合拢的时候，我背对着他们，声音不大不小的说了句，留着去跟法官说吧。念念不需要这句对不起，她需要的是以后不会再有人打她。你能保证吗？身后没有回答。门合上了，轿厢里只有我们母女俩，还有行李箱的滚轮声。念念在我怀里动了动，迷迷糊糊睁开一只眼，眼皮还粘着，声音含混的像含着棉花糖，妈妈，到新家了吗？还没呢宝贝，我腾出一只手理了理她的头发，把她睡乱的碎发别到耳后，快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念念再睡一会儿好不好？她嗯了一声，把脸重新埋进我的颈窝里，呼吸很快又平缓了。电梯下降到1楼，门打开，早晨的阳光涌进来，金灿灿地铺了一地，晃得人眼睛微微眯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那股凉丝丝的晨风灌进肺里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。我拉着行李箱迈步走出去。小区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好，红艳艳的，露珠还挂在花瓣上，被阳光照得亮晶晶的。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，司机师傅正开了窗抽烟，蓝色的烟圈从窗口飘出来，散在风里。看到我出来，他赶紧灭了烟头，下车帮我搬行李箱，一边搬一边打量我怀里的念念，笑着说，小姑娘真乖，睡着了还搂着妈妈。念念醒了，趴在我肩上好奇的东张西望，看到小区门口那棵大槐树上的鸟窝，伸出小手指着，妈妈你看，小鸟。小鸟在给它的宝宝喂虫子呢。小鸟也有妈妈吗？当然有，每个小动物都有妈妈。司机师傅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去哪儿啊？我报了新地址，
然后弯腰把念念抱进车里，给她系好安全带。念念趴在车窗上往外看，忽然指着路边一个卖气球的小贩喊：妈妈，蝴蝶！那只红色蝴蝶气球在晨风里飘来飘去，尾巴上的丝带缠在一起又散开，像念念画里的那一只。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拿出手机。张律师发了新消息，说法院已经受理了离婚诉讼，排期在下个月中旬，让我注意查收传票。我回了个好，收到。切出去看了一眼天气预报，今天晴，明天晴，后天也晴，整个星期都是好天气。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，在念念的睫毛上跳动着，亮晶晶的金色碎片在她脸上晃来晃去。小姑娘终于不睡了，开始叽叽喳喳问我新家有多大，阳台能不能放下她的画架，可不可以养一只小猫，说要给小猫取名叫花花，因为小猫的毛是花的。我一一应着，嘴角翘起来，自己都没察觉。出租车拐上高架桥，城市在晨光里铺展开去，远处的楼群被初升的太阳染成浅金色，玻璃幕墙上反射着碎金般的光。念念唱起了幼儿园教的儿歌，调子跑得不成样子，但唱得很认真，两只小手还比划着动作，像一只忙碌的小蜜蜂。我闭上眼，感受着风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，带着初夏清晨特有的干净又蓬勃的气息。经过那间住了3年的旧小区时，我没回头，念念趴在窗边看了看，忽然说：妈妈，我们以后不回去了对不对？不回去了。那我的小兔子玩偶呢？妈妈昨天给你装进箱子里了，在新家等着你呢。念念满意的嗯了一声，又去看窗外的风景了。高架桥下面的车流像一条缓慢移动的河，红绿灯交替明灭，人们在各自的方向上奔赴着。我忽然想起3个月前拖着行李箱离开这个城市去出差的那个早晨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能拿到那么多证据，不确定能不能打赢这场仗，但我心里始终有一团火，为了念念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现在火还在烧，但已经不是愤怒的火焰了，它暖融融的窝在胸口，像阳台上即将种下的那颗向日葵种子，安静的积蓄着力量，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新家在一栋6层老楼的3楼，老小区，但闹中取静。楼下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，树冠盖住了半个院子。房东是个和善的中年女人，提前把钥匙留在了物业那里。我领着念念上楼开门的时候，小姑娘兴奋的直跳，推开门就冲了进去。房子不大，2室1厅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朝南的阳台果然很大，占了大半个客厅的面宽。阳光扑进来，把浅色的地砖照得发亮。念念冲到阳台上，踮着脚尖扒着栏杆往外看，回头冲我喊：妈妈，能看见树顶，还有鸟。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，楼下梧桐树的叶子层层叠叠的铺展开来，风一吹，整棵树像一蓬绿色的浪。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，有一只在啄一枚半青半黄的果子。远处的天空蓝得透亮，几朵白云懒洋洋的挂着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念念搂着我的腰，仰脸看我，妈妈你太厉害了。我蹲下来跟她平视，念念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家，你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，妈妈听你的。小姑娘认真的想了一会儿，掰着手指头安排，我的房间要有粉色的窗帘，书桌放在窗户边上，床要矮矮的，这样我晚上掉下来也不会疼。然后阳台上要种向日葵，还要放一把小椅子给小猫咪晒太阳。好，一样一样来。今天我们先把东西收拾好，下午去家具城买窗帘和书桌好不好？好。念念拍着手跳了2下，又跑去房间看他的新领地了。我听见他在卧室里哇了一声，跑出来拽我的衣角，妈妈妈妈，这间屋子有阳光。太阳从窗户照进来，正好落在床上面。那是朝东的卧室，早上的阳光确实能铺满半张床。我站在门口看他，小姑娘坐在那束光里面，仰着脸被晒得眯起眼睛，笑得像一朵小小的向日葵。后来的事很平静，窗帘买了粉色的，念念挑的，上面还有白色的小碎花。书桌买了白色的，带一个抽屉，念念把她的彩笔一盒一盒码进去，整齐的让我惊讶。阳台上搬来2个大陶盆，装了土，念念小心翼翼的埋下向日葵种子，
然后每天早晚各浇一次水，蹲在盆边跟种子说话，小种子你快出来呀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种子真的发了芽，2片嫩绿的叶子从土里钻出来，颤巍巍的迎着光。念念高兴的满屋子跑，逢人就说我的向日葵发芽了。我给物业阿姨说，给楼下遛狗的大爷说，给快递小哥说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种子活了。我领养了一只小橘猫，2个月大，瘦瘦的，眼睛圆溜溜的。念念给它起名叫花花，因为它的背上有一块浅色的花斑。花花到了新家第1天就钻到沙发底下不肯出来，第2天开始试探着往外探头，第3天已经敢躺在念念腿上打呼噜了。念念每天放学回来第1件事就是抱花花，嘴里念念有词的跟他讲幼儿园的事，花花在他怀里眯着眼甩尾巴，偶尔喵一声表示回应。幼儿园的老师后来找过我一次，说念念现在的状态比之前好多了，愿意跟小朋友一起玩游戏了，画画课也积极举手发言。老师说，苏妈妈你做了什么呀？感觉念念整个人都亮了。我想了想，说没什么，就是换了个家。后来我听说周美兰的案子判了，非法经营加上故意伤害，考虑到年龄和认罪态度，判了缓刑加罚款，麻将桌和现金都被没收了。他那个卧室改回卧室了，但房子挂出来卖了大半年没卖掉。陈志强的离婚官司没什么悬念，净身出户，每月付念念的抚养费。他那个空壳公司被吊销了执照，银行账户上的钱大部分被划转到我这边。杨丽的美甲店因为牵连了税务问题也关了张，听说他带着晨晨搬回了老家。陈建国被单位内部处分，提前办了退休。退休金虽然解冻了，但级别降了2档，每个月少拿不少。有次我在超市远远看见他推着购物车站在粮油区发呆，头发白了一大片，被佝偻着，跟以前那个背着手端架子的陈科长判若两人。我没过去打招呼，推着车拐到了另一排货架。念念在后面拽我的衣角说要买草莓味的酸奶，我给他拿了，他抱着酸奶盒笑出了小虎牙。这些消息都是张律师转述的，我没主动打听。偶尔在新闻里看到类似的案子，我会想起那间永远飘着消毒水味道的客厅，想起那把瓜子壳，想起念念胳膊上那些淤青。每次想起的时候，我就看看阳台上那棵向日葵，它越长越高了，茎秆粗壮，叶子宽大，花盘在阳光下转来转去的追着光。念念每天给它浇水的时候都会跟它说话，说今天学了什么新儿歌，说花花今天抓了苍蝇又吐出来了，说妈妈今天做了红烧排骨特别香。有天晚上念念突然问我，妈妈，奶奶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把她抱到腿上，搂着她慢慢说，不是念念的错，奶奶心里有些东西是坏掉了的，所以她看什么都带着坏的颜色。念念是好的，妈妈最喜欢的念念是好的。她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，点点头说，那我也不喜欢奶奶了。可以不喜欢我说，念念可以不喜欢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人。妈妈以前也不喜欢奶奶，所以妈妈带着念念走了。那爸爸呢？爸爸也坏掉了吗？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久。最后我说，爸爸，他有些东西也坏掉了，但念念不需要替他操心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念念只需要想着自己怎么开心，怎么长大就好。他嗯了一声，从我腿上滑下去，跑回房间了。过了一会儿又跑出来，手里举着一张新画的画给我看。向日葵开了金色的花，下面蹲着一只橘色的猫，旁边站着2个牵着手的小人，一个高一个矮。高的是妈妈，矮的是念念。妈妈你看，我们3个在一起。对，我把画接过来，端端正正的贴在了冰箱门上，我们3个在一起。日子一天天过着，像流水一样平静又绵长。念念的向日葵真的开了花那天，是8月初的一个下午，阳光烈烈的，金色的花瓣在风里微微颤动。念念蹲在花旁边仰着头看，又站起来踮着脚尖跟花比身高，花比他矮一点点，但念念信誓旦旦地说再过几天肯定就超过他了。我靠在阳台门框上看着这一幕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同事发来消息说下个项目可以带队，地点在本市，不用出差。我回了好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天空蓝得透亮，
远处的云被风吹散又聚拢。阳台上那朵向日葵像一盏小小的金色灯，明亮、温暖、倔强地开着。念念站在花旁边冲我招手，妈妈你来看，花瓣上有小水珠。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，顺着她的小手指看过去，花瓣上确实挂着几滴亮晶晶的东西，不是露水，是她刚才用小喷壶浇花时溅上去的。水珠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，把金色的花瓣映得更加明艳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念念转过来看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妈妈，这朵花是送给你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保护了我呀。他说的理所当然，像在说一件全世界最自然不过的事。妈妈保护念念，念念种花给妈妈看。我没忍住，把她搂过来亲了一口。小姑娘咯咯笑着躲开，跑去追花花完了。橘猫被她追得满阳台乱窜，最后嗖地跳上了花盆边缘，蹲在向日葵旁边，冲念念喵了一声。阳光把猫和花和孩子的影子都拉得长长的，在浅色的地砖上叠成暖融融的一团。我拿起手机按下了快门。照片里的小姑娘笑着，缺了颗门牙的嘴咧得大大的，举着一只胳膊朝镜头比耶。她身后的向日葵开着金色的花，旁边蹲着一只橘色的小猫，在远处是蓝的不像话的天空。我把这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屏保，跟之前那张5岁生日照一起轮换着亮起来，每次解锁屏幕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笑容。阳台上的风很轻，带着花的香和猫的呼噜声。楼下梧桐树的叶子被吹得沙沙响，有孩子在院子里追跑打闹。远处的楼群在夕阳里镀上一层暖金色的光，家家户户的窗户亮起来，像一屉碎银子铺在天边。新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这样，平平淡淡的，安安稳稳的。但念念笑的时候，向日葵开的时候，花花打呼噜的时候，我心里那团火就亮一下，暖融融的，把过去那些阴冷的东西全都烤化了。后来有朋友问我，后不后悔当初做那些事？我说不后悔。他们又问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？我想了想，说，就是一朵花开了的感觉。朋友没听懂，但没关系。念念听懂了，他跑过来拽我的袖子，仰着脸说，妈妈，我们的向日葵又开了一朵。我跟着他走到阳台上，果然，旁边那个花盆里，第二朵向日葵也开了，比第一朵小一点，但颜色一样的金黄灿烂。念念蹲在两朵花中间，左边看看右边看看，满意地点点头，他们俩是好朋友。对，我蹲在他旁边，跟他一起看那两朵花，好朋友。风又吹过来，花瓣轻轻颤着，像是两朵花在点头致意。远处的鸽子群掠过天空，哨音响亮而悠长。念念把花花抱起来，举到花旁边，花花也是好朋友。橘猫在他手里挣扎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放弃了，耷拉着4条腿任由他举着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忽然笑出来，那种从胸腔深处涌上来的堵都堵不住的笑。我想起很久以前，在周美兰骂骂咧咧的那个客厅里，在陈志强装聋作哑的那个沙发上，我蹲下来挡住念念的视线，跟他说闭上眼睛数到10。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没有底，不知道那一步迈出去结果会怎样，但我知道我必须迈。现在念念不用数数了，他每天数的是向日葵的花瓣，是花花尾巴上的花纹，是冰箱贴上那些画里的星星。他数到10的时候，不会再看见有人从家里被带走，他只会看见妈妈端着热气腾腾的晚饭从厨房走出来，喊他洗手吃饭。日子就是这么过下去的，一天一天，浇花、喂猫、画画、吃饭、睡觉。那些曾经让我愤怒和恐惧的东西渐渐远了淡了，变成茶余饭后偶尔想起的一个注脚。而真正刻在日子里的，是念念的笑声，是向日葵的金色，是花花暖烘烘的小身体拱进手心里的触感。有一回念念半夜做噩梦哭了，我过去搂着她拍背，她迷迷糊糊搂住我的脖子，含混地说了句妈妈不要走。我说不走，妈妈在呢。她又说了句妈妈保护我。我说对，妈妈保护你，一直保护你，永远保护你。她在黑暗里嗯了一声，呼吸重新平缓下来，小脸贴着我的脖子睡熟了。我抱着她坐在黑暗里，听着窗外的虫鸣，
闻着他头发上淡淡的洗衣液香味，心里平静的像一面湖水。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，落在墙角那个向日葵花盆上，2朵花都合拢了花瓣，安静的立在夜色里，像2个小小的守卫。我低头亲了亲念念的额头，他动了动，嘴角弯起来，不知道又梦见了什么好事。没事了，念念，以后都会是好事。